大家好，这里是毛怪先生。今天呢，来制作一个Spine 的角色，也是呢填一个大坑，之前自己挖的大坑啊，间谍++9的角色。之前在做那个阿尼亚啊，那个小姑娘，阿尼亚没有做完，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复杂了。虽然是个小女孩啊，角色也很小，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东西，我觉得拿那个拿出来讲的话。也不是特别典型，很复杂的东西我还在研究。那么拿这个罗伊德来举一个例子啊，罗伊德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动作，一个坐姿啊，它在动画当中呢也是比较常用的，用 Spine 来如何实现这个角色。那它 PSD 呢我已经拆好了啊，导入到 Spine 是在这个地方啊，图层大概都分了一下。好了，我们从它的网格开始，首先呢要制作网格，对吧？先把该拆的都拆开。首先呢是从发型吧，发型，这是我看我这么拆的，做了很多的角色啊。其实最后在动画里面最方便解决眼睛的问题啊，如何解决眼睛的遮挡问题，就是这么拆啊，一定要拆成眼球啊，黑眼球前面都要单拆出来。好了，那么我们先做这个 mesh。这块呢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啊，因为这已经不是 Spine 的基础教学了。Spine 基础教学呢，去找我另外一个做的小女孩的那个基础教学，那个讲的非常细致，是吧？这个我就大概基础操作这一部分会稍微的快一些啊。好，这是网格啊，网格呢，然后选择大概给它画几个内部的这个线啊，分界一下。其实呢，细致到大概这样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好了，然后呢是头部，头部呢用 mesh 啊网格选中这张图片 mesh， 然后点击 edit mesh 编辑网格，选择我一般呢都用这个 new 啊，就是新建一个。你也可以用它的这个描绘，让它自己去描绘，但是我觉得它自己描绘的总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加上修改的时间，其实最方便呢，倒不如自己给它重新画一个。OK， 然后这个地方肯定要分解一下啊。总有人问这画这个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它呢其实就是给它一个界限啊，给它一个界限，避免中间这一部分进行过分的这种拉伸。你看我在这儿画了一个界限，就证明它是耳朵和面部之间的一个具体的分界线。如果不画这个线的话，那可能耳朵跟这个面部之间的这条线就会被拉得很开，图形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一般的这种线就画在人物的结构线上。你看这个眉毛啊，眉毛这种地方肯定是一个结构线啊。鼻子我们要分细致一点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的，对吧？简单一点，这样也可以。它毕竟是一个面嘛，对吧？你就按照这个，它有点像这种3D 的建模啊，按照建模的这种思维去考虑它，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去画这个线了。有一些地方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晰啊，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那这种线呢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对吧？虽然是一个直线，我可能也会加几个，因为在闭眼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弧度的变化，所以呢，在这种地方就要给它加一些点啊。你看这个双眼皮的地方，下眼睑啊，一般我也会画一圈这个线。有的点可能是用不上的啊，但是现在的这种电脑的机能呢，包括在 Unity 里导入之后，多几个点其实无所谓，除非程序就是非常非常强硬的要求你必须要控制在这个容量多大之内，那个就很痛苦了。
当然，咱们现在做的是一个以画面为主的一个动画，所以呢就不用太在乎点的数量啊。当然，大概的结构还是要分清楚啊。好，这是面部啊，一般我会在这个面部边缘再画一圈这个线，就避免这个地方啊的线条过分的拉伸。OK 啊，先画成这样。这个线呢，后期可以修改啊。第一次画它不一定合适。好，然后头部呢，再给一圈这样的结构，有点像画素描啊。好，这是头部啊，分完了。像这个眼睛这一部分呢，啊，眼睛这一部分就是选中，然后直接改成网格模式就可以了，不用给它画成一个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后期选择方便啊。如果后期你有这种图片，还有这个网格，那它全选的时候就选不中这个图片啊，只是为了后期选中方便。好了，身体啊，看这个，这是整个中间这一部分，这个呢，简单的可以 trace 一下啊，用它的描绘，这个外围无所谓。OK， 然后 create 就是它这种具体有结构的地方，大概画一下。它胸部这部分的动画呢，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移动啊，顶多是有点小的起伏，对吧？咱们后面要做那个有耳的时候啊，那可能会跟这个不太一样。好，行，先这样吧。然后是这个它的右肩啊，右肩。我们在做 PSD 分层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两个，你看。虽然都是身体，但是一定要给它单分开啊！这个主要考虑的是后期打包啊，后期打包就经常有原画会把图层这么分啊，这是13，这是15啊，就是有的原画会这样，同类它画在一层，这是变成一层，这样呢，在原画上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做动画的时候还是要给它拆开啊，尽量拆开。好，网格。这是大臂，因为它呢可能，看这个地方，我把大臂这个地方拆开了，因为这儿是被报纸遮住的啊，是这样的，拆成这个样子。好，这是它的左肩。因为这个动作呢比较小，所以呢大臂和身体就没有拆开。如果他做的动作要拉伸比较大的话，那还是大臂、小臂啊，大臂跟身体都要拆开。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啊。小臂跟手一般我都是分开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在之前的视频说过很多次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小臂加上手的活动，它可能会盖住身体或者盖住脸。所以一般来说，我也会把这两层放的比较靠前。手啊，它只是一个拿报纸的动作，所以大概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严谨一点啊，给一条线，然后是右大臂，它一直是被报纸和腿盖住的，所以呢，这也没有拆的过分的细致啊，没有过分的细致。中间这个部分啊，大概的拆分一下啊，拆几个线。好，这大概是胳膊的结构啊，然后是报纸，报纸分了1层、2层啊，2层报纸，一个盖住另外一个。
报纸后面的报纸 mesh 给一个 mesh 网格，这个呢就直接拉过来就可以了。它呢稍微细致一点啊，可能报纸要做一点这种摇动的动画。后面这个呢还是给几个点吧，对吧？这个地方给几个点，可能有一点弯曲的动画，那加几个点会比较好。打笔，然后是它的右手啊，右手网格拿枪的动画，估计这个动画用的 IK 可能会比较多啊。你看这种线基本都画在结构线上。好 ，Gun。这张 PSD 补图真是花了很长时间啊，它的补图挺费劲的，因为都是漫画，它不是那种厚图的图，其实补图还得考虑一些线条上的东西，后面缺失的东西都是很多的。哦，这是大腿，这是左腿啊，左腿。好，然后呢是右腿，右小腿，小腿。这种转折的地方给一点线，下面可能没有转折的地方啊，我一般也会给2个线啊，就是可能会有这种小的摆动，加几个线效果会比较好。好，这是左大腿啊，左大腿，它被遮住的地方比较多啊，所以我拆成这个样子了啊，拆成这个样子。就是你在拆线的时候啊，拆图的时候就是考虑到实际情况，所以每张图的情况不一样。我之前也没有拆过这个地方结构这么复杂的图啊，但拆完了以后还可以啊，分几大块，主要是考虑它的前后遮挡关系啊。还有这个地方具体说一下，就是很多袖子呀，看这个地方一定要这么来拆啊，前面一部分它不光是这种裤腿儿，它这是裤腿儿，袖子也一样，一个道理啊。前面拆一个部分，然后这个地方拆一个部分，后面拆一个部分，一定要分开拆啊，你这个腿才能在里面这样移动。好，然后是小腿加脚。如果你有强迫症呢，把它的鞋带也拆开啊。其实按道理来说应该那么拆的，拆的细致一点。转折的地方，像脚腕要动的地方就拆细一些。然后呢，可能会带有一点皮鞋的这种透视，所以它要转面的地方可能要给几根线啊，大概这个样子。好，这是左脚啊，左脚，然后右脚一个道理，这样脚腕啊，踝关节要转的地方多给几根线。看一看，身体这一部分应该拆完了啊，然后是沙发跟下面这个东西，这2个呢就
肯定也不动，对吧？沙发和下面这堆杂物，对吧？所以在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我会把这两个东西的选择属性去掉啊 ，select 选择属性去掉，这样我们在操作它的时候就不会选中那两个东西。好，检查一下我们的 PSD 啊，行，都拆完了。